哈喽，大家好！你们看，这是我新弄的面包工作室，怎么样？带劲不？这个工作室呢，主要是想跟大家分享一些私房方面的内容。那私房方面的话，家用的烤箱和发酵箱肯定就不够用了，所以我就进了2台大家伙，一个是高比克的E9烤箱，还有一个是高比克的 F200发酵箱。那今天我就给大家详细的分享一下这2台机器的开箱评测。这个是发酵箱，这个是烤箱，真的好大呀！这包装还挺好的，是用木箱钉起来的，是物流的那种大车运过来的。发酵箱有轱辘可以推着走。这是E9烤箱，2台机器完好无损。烤箱一打开，它里边还有好多的这种泡沫支撑着。后来我反应过来了，先把底下的烤盘撤下来就行了。标配就是带一个紧轻石板，这是一个大平炉，64升的，可以放一个60×40的烤盘。右侧底部有排气拉杆，还有操作面板都在右边。烤面包的时候，拉杆给它拉出来，这样可以锁住高压蒸汽，方便面包快速膨胀。烤蛋糕的时候就给它推进去，要不然炉压太高，蛋糕容易回缩。烤箱一次可以放10个吐司盒，我现在吐司盒还不够，等哪天一次烤10个试一试。这个烤箱是可以用家用电的，接一个16安的插头就可以了。后边有2个管，一个是排水的，一个是抽水的。抽水的这个管就给它放在纯净水里边，排水的这个就放在一个空桶里边，它会排水。排的就是它那个蒸汽，因为它那个蒸汽特别大，产生的废水就可以从这里排出去。这个是高比克的 F260发酵箱，260升的，标配有3个层架。喷雾的方式，它是有一个水盒，把水倒在这个水盒里，别超过它画的这个线。水的话最好是倒纯净水，别用自来水。这个是雾化器，把雾化器放进去，再把这个盒放进它这个小洞洞里，最好戴个手套，注意千万不要划手。把门关上就可以了。这个醒发箱是可以调2个时段发酵的，先打开开关，按这个醒发键，左边的灯就是调醒发1，右边的灯就是调醒发2。先调醒发1，醒发1一般咱们就是揉完面28度发酵，湿度调75%。我算了一下，醒发1可以先调2个小时，一发一般是60到80分钟，然后再加上20到30分钟的松弛时间，还有你整形的时间，2个小时应该是差不多的。然后醒发2温度是可以调35度，湿度调80%。时间的话可以1个小时左右吧。2个时间段都调完以后，你要从醒发1开始，再按一下这个醒发键，看到那个醒发1亮灯了，然后再按开始，它就从醒发1开始到结束。如果你全程只需要一个温度，比如做欧包全程28度发酵，那就直接调醒发2，调好参数，然后按开始就行了。这发酵箱还行，操作起来挺简单的。发酵箱提前预热了一会儿，然后我揉好了一大块面，准备做几个吐司。面温我控制的比较合适，基本上60到80分钟是可以发好的。看这个门上已经都有水雾了，那我就放进去发酵。现在这个状态是发了1个小时，对比一下发酵前，看这个状态基本快要发好了，面团表面依然很湿润，完全不会干，说明湿度很足，这真的让我挺惊喜的。后来我又看了一下产品介绍，因为这个发酵箱它温湿度是独立控制的，所以它恒温恒湿的效果就很好。温度可以调5到60度，湿度可以调50%到99%。等吐司蒸好形以后，再放进去进行最后发酵。我后来测试了一下，一层挤着放的话，可以放6个吐司盒，旁边侧面也可以放3个。发酵的时候，我用温湿度计测了一下，设置35度的时候，温湿度都很准，而且它温度很均匀，里边的温度达到35度以后，这个温度计几乎没有变化，不会忽高忽低，这一点我真的太喜欢了。然后调28的时候，它的温度是低于28的，差不多在26度左右，但是发酵的时间跟我用28度发的是差不多的。而且我还特意观察了，从28到35度升温的时候，它是非常缓慢均匀的升温的，全程几个小时用下来，这个温度计从来没有超过35度过。反正到目前我觉得这个发酵箱是非常好的。烤箱要提前半小时预热，这个烤箱是你一按电源键它就开始加热了，然后你就把这个面火底火调到你需要的温度，面火就是上管，底火就是下管。蒸汽的话如果用就打开，不用的话可以关上，蒸汽用的话一般都是调200度以上。定时这块就是你可以先把时间调好，但是别按那个定时开关。你按了那个定时开关，它那个灯亮了，
这个时间就会倒数，然后你关掉它还是你调好的这个时间。比如你烤箱已经预热好了，但是面团没有发好，那它还是一直保持在你预热的温度，除非你把电源关了，这个烤箱就不工作了。这个烤箱蒸汽也挺足的，摁几秒钟就可以看到这个门上都有很多的雾气了。一般是烤箱内部在100度以下能看到非常明显的蒸汽。我还特意测了一下温度，温度非常准，而且它预热我觉得基本上算是挺快的了，因为家用烤箱的话带上石板一般要50分钟才能预热到，这个30分钟就可以预热到了。我这个吐司已经发好了，有一个已经发过了。刚开始我想7个全放进去一起烤，后来我一想，我这吐司盒不是同一品牌啊，烤出来肯定颜色不一样，所以我就把3能的先放进去烤了，放在两边烤，看看它温度均匀不均匀。我这里有一个吐司盒是新的，还没有用过，有3个是旧的，估计新的那个烤出来颜色会稍微浅一点。把面团放进去以后，再摁这个时间开关，等结束以后，机器就会提示了。第一个出炉以后有点烘烤不够，因为烤箱第一次用嘛，还不太了解。后来那3个我就加了点时间。吐司上色很均匀，左边这个稍微浅一点，可能就是那个新吐司盒。另外3个虽然都不是同一型号，烤出来基本上也还差不多。不得不说，用E9和260这2个组合烤面包，效率提高的大大的呀！以前我最多也就是3个吐司，这就是吐司盒不够多，不然我一下就可以出10个了，用起来真的太爽了。凉了以后切片是这个样子的，吐司超级软，而且组织非常细腻，底部也没有沉积。金色的吐司边，白到发光的内芯，这效果太棒了。还有一些其他的细节，烤箱是双层门大玻璃窗，聚热保温非常好，上下有16根商用的 M 型粗发热管，所以它升温就非常快。而且靠近门的那里一般温度都比较低嘛，它在最外边还有一根发热管，这样烤出来以后温度就会比较均匀。目前我评测的这个结果来看，高比克这款E9烤箱和 F260发酵箱用起来我觉得非常好，正好618了，大家有需求的话可以做个参考。